今天呢聊的主题是一潭死水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火爆的另类地产投资项目 Multifamily 到底能不能碰？ Multifamily 呢就是多户住宅。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样的 property 可以被称为多户住宅，哪些人适合买多户住宅投资。好，这边跟大家写了一下今天聊点啥，在海报里应该也看到了。先跟大家聊一下商业物业的分类。 Multifamily 呢既可以算是民宅，也可以算是商业物业，因为它既有商业物业的属性，也有民宅的属性。第二部分呢跟大家聊聊民宅投资的基本逻辑。第三部分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 Multifamily 多户住宅，以及比较重要的3个概念 Cap Rate 租售比，也就是租金收益率、增值收益率和套现的逻辑。第四部分呢跟大家按照一个实例的模式聊一聊从前到后在投资 Multifamily 中具体的操作以及注意事项。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 Multifamily 和整体的民宅市场，以及做一下市场的展望。我的频道过去几个星期讲了加拿大各种商业物业类型和它们的特点，以及在加拿大开店的逻辑。如果你还没看呢，强烈推荐你看一下。商业物业一共分这几类。第一类 Land 土地，第二类 Hotel Retirement Residence Gas Station 宾馆、养老院、加油站，第三类 Industrial 工业厂房，第四类 Storage 仓库，第五类 Retail 零售物业，第六类 Office 办公室，第七类 Multifamily 多户住宅。前6项我在我之前的视频里聊过了，这些呢都属于非民宅领域。具体是不是应该投资呢？欢迎大家看我之前的视频。简单讲，只要自己的业务用不上就别买，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会受到2个主要的问题的困扰，那就是看不懂和钱不够。外行呢交一大笔学费来进入这个商业物业的投资，其实是意思不大的。我最后留下了一个没讲到的投资类型，那就是 Multifamily 多户住宅。答应大家会讲这个话题，但是写稿子呢发现想讲明白10分钟是说不清楚的得1个小时。所以今天呢就借着这个机会，花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跟大家详细聊一聊。好，先把民宅投资的基本逻辑跟大家讲一下。想赚民宅的钱，从房地产这个商业链条上笼统的分类一共有2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开发和修建民宅，赚的是土地增值和开发兑现容积率的利润，这个呢算是1级市场。第二个类别是持有民宅，赚长期的租金收入和房屋升值，这个呢算是2级市场。这2个类别里，我先把离我们比较远的业务，也就是房地产开发简单说一下。真正做的比较好的是3代及以上的移民主体，以及部分的长期的少数族裔的移民。知名的开发商有在加拿大占多数民族的例子，也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后裔，比如开发商 Matme 和 Daniels， 也有来自相对少数族裔的，比如 Tradell 就是意大利裔移民的公司。房地产开发这个业务范畴，大部分大家能见到的华人开发公司或者组织在加拿大是以诈骗为主的，只有极少数的公司在努力的认真做事，但是形成靠谱的和规模的公司数量还是不够的。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房地产开发是非常重资产和重关系的传统行业，发展速度没有那么快。想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开发商，通常呢需要1到2代的时间，1到2代人的时间。屏幕上这个人呢叫刘通 Thomas 刘，这是我觉得加拿大华人圈地产开发界的第1大骗子。大家有兴趣可以网上查一下他的故事。作为一个开发商，干收钱，1套房子都没盖。华人移民主体来加拿大的年数其实是不够久的，整体在房地产开发行业的人脉和行业积累也是完全不够的。想要在房地产开发这个行业混出一片天，还是需要我们这一代华人移民好好干，提升华人在整个房地产行业内的地位。
毕竟像 Daniels、Tradell 这些公司也都是几代人大浪淘沙之后剩下来的幸存者，华人群体也必然需要1到2代人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认真做事，在大浪淘沙之后，才可能有几个类似级别的地产公司能够存活。这件事非常不容易做到，我个人愿意以任何方式帮助华人圈诞生真正高质量的开发商的。现阶段来说，华人朋友想赚到房地产开发环节的利润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讨论房地产投资，主要的参与方式还是参与房地产市场的2级市场，也就是持有、出租和转卖。包括买楼花，其实也可以算成是2级市场的投资，毕竟赚的还是租金和房屋升值的价差，并没有真正赚到开发商对应的利润。好，说完了民宅投资的参与环节，再来说说民宅从投资或者说从出钱出力的方法上进行的分类，大概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自己出100%的钱独资，并且享受100%的利润。第二种是作为组织者去融别人的钱来操作和运行房地产项目，以管理费的形式赚取部分项目利润，同时把剩余的利润分给投资人。这个行为在国内如果不是有牌照的机构在做呢，一般会被称为非法投资、非法集资。在加拿大一般会被称为融资，融资的主体可以是一个基金，也可以是个人、公司或者是合伙制 GP-LP 的模式，都是可以的。第3种情况，自己出一部分钱参与到别人在融资的项目里，就是参与到刚才我讲的第2类别的人里，手里在找钱有项目的人。这种操作方式呢，自己基本上是不需要负责管理的，赚到的利润是管理费外的项目利润。相信屏幕前的绝大多数朋友做的最多的情况就是第一种独资，自己出钱买，买的通常是普通单户住宅 condo 或者 house。 聊完了投资民宅可以参与的环节以及投资民宅的出资方式，下面呢就开始具体聊一下 multifamily 多户住宅。multifamily 多户住宅一般特指有5个以上 legal unit 的物业类型，它的本质是民宅，但是贷款的类型是商业贷款。5个以内的 legal unit 的物业通常不会被认为是 multifamily， 因为一般借不到商业贷款，还是需要借普通的 residential mortgage。multifamily 多户住宅和我们平时大家都在买卖和居住使用的 condo 以及 house， 它们本质没有区别，都是供大家居住的物业，唯一的区别是一套一套买还是一栋楼一栋楼买。multifamily 多户住宅一般是一栋楼一栋楼的买的。那大家应不应该买 multifamily 呢？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结论。multifamily 多户住宅不适合绝大多数投资人投资。我鼓励屏幕前的每位观众了解和学习 multifamily 相关的知识，多学习是没有错的。但是希望在这边可以尽可能多的劝退更多的人不要去碰 multifamily。具体哪些人可以买 multifamily， 哪些人不要买，我在后面还会具体的讲到。好 ，multifamily 长啥样？在安省，绝大部分 multifamily 都是特别老破小的楼，大街在街上看到的感觉又破又旧的 apartment， 基本上都是典型的 multifamily 楼。这些楼呢，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建的楼。为什么那个时候建了这么多楼呢？是因为加拿大和安省政府当时非常缺房子，和今天很像，所以政府呢就给了很多鼓励建房的政策。最重要的政策是无限延税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发商可以用下个项目的费用来抵消上个项目的 profit， 最终可以达到接近永久的拖着不交企业所得税的逻辑。你想，那开发商不都疯了吗？所以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盖了很多类似的 multifamily 的多户住宅。后来呢，政府算算账，房子建了差不多了嘛，那这个政策就收回了。开发商呢也算算账，觉得这个政策收回了，没有办法 defer tax 了，就开始建回本速度更快的 condo 了。毕竟建好交房就能拿回本金和利润。所以1980年之后，多伦多开发商基本就不再建 multifamily 多户住宅了。我们见到的 multifamily 房龄也基本上停留在了这个时间点位。
好，如果 multifamily 和 condo house 都是买来住的民宅，那让我去买更复杂的 multifamily 总得有个理由吧。那么从投资的角度，为什么我们能买 condo 和 house 的时候不买，而要去买 multifamily 呢？那是因为 multifamily 多户住宅通常有更好的 cap rate。先来讲讲什么是 cap rate， 我一般把它称为租售比。具体的意思呢，就是租金减掉费用得到的净租金，然后再拿净租金除以房价得到的百分比，就是 cap rate。费用呢，通常包括跟管理和运行房子相关的所有的费用，比如地税、保险、维修等等，但是不包括贷款的费用以及 income tax 收入税的成本。我们买单户住宅一般算的是现金流，不算 cap rate。如果换算成 cap rate，condo 和 house 的 cap rate 一般是多少呢？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个月我视频的内容，拿那几套房子举个例子。先看一下 condo 和 house 的现金流。在现在的市场里，买现金流比较好的 condo， 大概 20% 的首付会有负1000的现金流，大约 35% 的首付可以接近现金流打平。买 house 如果不分租的话呢，大约 20% 的首付经常会有负7000以上的现金流， 35% 的首付呢也经常会有负5000的现金流。如果换算成 cap rate 大概是多少呢？这边呢用到我上期视频讲到的例子， house 的卖价是184万，租金呢我找了个类似的，租到3600。这个3600的租金减掉各项费用，有效租金就来到了2450块钱。具体怎么算呢？如果这边一带而过没有看清楚的话，也欢迎大家去看一下上个月的视频。我们如果按现在的利息去借 65% 的贷款，那么拿有效租金2450减掉贷款的月供7517块钱，负现金流就来到了负的5067块钱。那它的 cap rate 是多少呢？ cap rate 我们要用刚才的那个有效租金2450乘以12，再除以房子的价格184万，得到了 1.6%。 同理，上期视频我也举了一个 condo 的例子，这个 condo 的售价是 57.5 万，租金呢是同一套房2650， 2650的租金减掉各项费用，有效租金呢就是2030块钱，还是贷款 65%， 那2030减掉贷款的成本，差不多利息就是负300，现金流就是负300左右，接近打平了。那这个 condo 的 cap rate 是多少呢？是2030乘以12除以 57.5 万，得到了 4.24%。 这个 cap rate 其实已经非常亮眼了。我上个月的视频里面挑的这个 condo 物业属于比较高质量的投资标的。我个人感觉 condo 的平均 cap rate 是没有这么高的，大概只有 3% 左右。multifamily 的 cap rate 是多少呢？在多伦多及周边差不多是 3.75% 到 4.5%， 也就是说每100万价值的房子每年可以收到 3.75 到 4.5 万的净租金。这个 cap rate 租售比 house 是高不少的，比 condo 的平均值 3% 也高一些。不过和 condo 里面比较高质量的标的 4% 出头的比已经多不了多少了。好，投资民宅的整体收益率，除了刚才说到的租售比赚的租金收益率之外，我们还需要看增值的情况，增值的收益率。通常来说 ，house、condo 和 multifamily 的增值比例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就像我上个月的视频讲到，我从来没有觉得 house 的增值能长期跑赢 condo 的增值。同理 ，multifamily 确实也并不能长期跑赢 single family 的增值。这几个物业类型里面，长期增值收益率都差不多维持在 6% 这个水平。有一年涨 15%， 或者有一年跌 5% 的年份，这都很正常。大家不要惊讶于一年收益率的高和低，这是没有意义的。投资房地产还是要和时间做朋友。实际操作中，具体计算增值水平，我一般会这么算。我自己投资的时候呢，会尽量让租金 offset 掉贷款及其他各项成本，尽量实现现金流打平。如果现金流打不平的时候呢，我会用收入来填坑。
在这个基础上，早期呢我就会默认现金流是0，当然是用我自己的收入填了一些坑了。默认现金流是0的情况下，只从增值的角度计算增值收益率。假设我们投资的标的是正确的前提下，那 35% 的首付就会有3倍的杠杆。投资任何一种类型的民宅物业，年收益率差不多都会在 18% 左右。当然这个收益率指的是纯看增值的时候。如果付 20% 的首付就是5倍的杠杆，那么每一年的增值收益率可以来到 30% 左右。好，下面呢，各种物业的贷款方式和增值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实现套现呢？就是物业增值了，这个钱怎么样才能到我手里？虽然增值的比例是类似的，但是增值了能不能套现，这几种物业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个人呢是不推荐卖房套现的，这个手段能不用就尽量别用，因为卖房会损失 7%到8%的累计的交易费用。主要是买房的时候会需要交土地转让税，卖的时候呢需要交经纪费。除了这 7%到8% 之外，获取利润一般还需要交总利润额的 10%到25% 的 capital gain， 也就是增值税。少数 flip 太快的呢，甚至要交最多 50% 的 business income。所以卖掉其实是很亏的，会让你的账面收益率下降很多。我个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卖房的。我个人其中一次比较大规模卖房呢，就是福特政府出了新的租房新政的时候，也就是18年11月15号之后首次入住的新房没有租金管制。这个政策出了之后，我集中卖掉了自己的一波旧房，慢慢都换成了新房。房子增值是一回事，增值了能便宜的套现才是王道。套现成本太高的话，房子呢也可以不套现，长期吃租金。如果真的要套现，那么最便宜的套现方式就是通过 refinance 再贷款。提到 refinance 呢，这边就要来讲一下 single family 和 multi-family 贷款和 refinance 再贷款金额上的区别。利率的区别后面会讲。single family 贷款和 refinance 再贷款能贷多少套房子呢？有的人说 OSFI 限制了贷款套数，现在变成5+1了。这个呢也不完全对。目前呢有一些银行是卡的比较严的，但有一些银行呢还有一些操作空间。总的来说，用 A lender 打配合呢，依然是可以合理合法的贷款到10套房的。需要的话呢，我就帮你搞。再来看看贷款的金额。如果不考虑主要的2种特殊 program， 也就是新移民和高净值，基本上主要看个人收入。按现在的利率，大约每套房可以贷款收入的4倍左右。也就是说，年收入 12.5 万的情况下，每套房可以贷款50万，最多10套房累计500万的贷款。如果年收入是20万，那么贷款每套房80万，累计10套房800万。除了金额上限，每套房 loan to value LTV 也是不能超过 80% 的。也就是估值100万的房子，最多只能贷款给你80万，即使你收入特别高，也只能借80万。刚才讲的呢，这确实是一个粗略的算法，大家不要在具体数额上特别较真儿。Condo 和 House 当租金和房价上涨了之后，都是可以申请再贷款 refinance 的。贷款和再贷款这2种情况申请，如果是走收入贷款的模式，他们的贷款套数和金额是没有区别的。单户住宅 single family 有负现金流该怎么办呢？我觉得 House 的负现金流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差太多了，动不动就来个负5000。在现在的环境下，高杠杆买自住房以外的 House 是风险过大的，没有必要。Condo 的负现金流通常是可控的，新买的 20% 首付的 Condo 投资一般呢，差不多3到5年负现金流就能打平翻正了。根据收入情况，可以暂时用个人的收入来填负现金流的坑，这样呢就等于强制储蓄了。负现金流不全是费用，因为里面也会有贷款的本金，所以投资普通民宅前几年用收入填负的现金流，这个坑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要量力而行，收入不够不要硬上。Multi-family 的贷款一般呢主要是看物业的收入，
通常需要维持在120%到150%的 debt coverage ratio， 也叫 debt service ratio。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贷款买 multi-family 的物业，就必须得有正现金流，没有正现金流是贷不到钱的。银行贷款给你的金额也是卡住，让你依然会有正现金流的数额，并不会多贷给你。现金流需要 cover 包括贷款支出、本金加利息以及各项其他费用的总额的120%到150%，银行才会觉得足够安全，并且把钱借给你。虽然理论上贷款上限是房价的95%，但是现在买 multifamily 如果用 4.25% 的 cap rate， 那基本上只能贷款 60% 左右，其余 40% 需要是首付。multifamily 基本上是不看个人收入的，主要还是得看物业本身的现金流情况，所以 cap rate 是 multifamily 物业贷款的最重要指标。multifamily 贷款方面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套数限制，你越贷款会越容易。贷款的金额大致序列讲完了，那么如果增值了，持有不同类型的物业，大家可以不卖房低成本的套现了。先来看看 house， 假设一对夫妻收入是20万，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买了一个40万首付、80万贷款，总价120万的 house， 后来 house 的价格涨到了160万，不卖房能套现多少呢？根据现在的利率水平，答案是0。因为你贷款上限我刚才讲到了，按现在的利率算是每套房80万，即使增值了40万，也几乎完全贷不出来钱，这样就卡住了。即使贷下来，负现金流也会压垮绝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没必要也不划算。如果我们一定要套现 house， 基本上只有通过卖房来套现。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答案是很大一部分钱都被政府和我这样的人赚走了。你看，现在记账增值是增值了40万，如果真的要套现卖掉160万了，先扣 5% 的佣金，我就算8万块钱吧。好，被我这样的房产经纪人挣走了。剩下的32万利润要交 25% 的 capital gain， 差不多是8万块钱，又被政府 CRA 拿走了，还剩24万的净利润。好，你看，卖掉 house 确实套现了，但是账面利润一下就从40万变成24万了，累计损失了 40%， 损失惨重啊。再来看看买 condo 会怎么样。如果还是这对夫妻买的是60万的 condo， 首付12万，贷款48万，涨到80万会发生什么呢？这对夫妻显然是可以去银行把增值部分20万的 80% 给贷出来了，也就是16万，可以把最开始投入的本金以及交接成本，甚至是一部分利润都拿回来。这个套现的成本是多少呢？基本上是0，因为不需要交经纪费，也不需要交 capital gain tax， 申请和律师费是比较少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condo 的租售比也是比较好的，总价低，门槛也相应的比较低，但是通常只能操作10套房左右。这个套数限制实际上是 condo 投资的最重要的瓶颈，没达到瓶颈之前，买 condo 投资房地产其实是很不错的选择。如果是 multi-family 想套现呢，就主要看租金增长了。具体的算法比较复杂，我这边还是给大家来个估算。假设还是在今天的环境里，你买了一个500万的 multi-family 的楼，现在的 cap rate 是 4%， 也就是每年净租金20万。假设净租金涨到25万， cap rate 不变，还是 4%， 那么25万对应 4% cap rate 的估值应该是多少呢？拿25万除以 4%， 得到625万，也就是这个物业增值了125万。如果本来你的贷款是 60% 300万，首付呢是 40% 200万，那么你现在大约可以根据625万的估值贷出 60%， 也就是375万来，这呢也就是多贷出来了75万。这个75万就是再贷款 multi-family 这样的项目可以拿出来的钱。事实证明 condo 和 multi-family 在增值后套现上是成本比较低的，通常情况下 condo 和 multi-family 是可以实现5年左右套出来本金的。我一般呢喜欢每套房把本金和一部分利润套出来之后，就不再极端的去加按 refinance 了，而是控制 loan to value 来增加一些现金流。
为什么不能一直买 condo 呢？那是因为 condo 属于民宅，有套数限制，贷的套数越多越不好做，被政策卡死了。multifamily 是属于商业贷款，没有套数限制，越贷款越好做。所以 multifamily 应该是民宅投资的终点，不是起点。有能力应该先把 condo 和 house 买到头，想办法起码做成平现金流，再用额外的钱开始买 multifamily。好，民宅物业的基础的3个概念，租金收益率 cap rate、增值收益率以及贷款和套现的逻辑讲完了。下面呢，开始以具体操作一个 multifamily 物业的逻辑，带大家看一下每一步会遇到什么问题，跟大家讲解一下 multifamily 里面的各种坑。第一点，在买之前，我们要先决定自己能不能买，适不适合买，还是有2个门槛，看不懂和钱不够。这2个因素是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不要买其他种类的商业物业的类型原因。对 multifamily 呢是依然适用的。那什么样才能算得上看得懂和钱足够呢？从看得懂的角度，要想真的看懂 multifamily， 起码要累计管理过500套以上的各种各样的民宅物业。这个要求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市场上能达到的人数也是非常少的。当然我前面讲到了，投资除了自己独资、自己融资这2种需要自己管的模式之外，还可以单纯的作为投资人投资别人融资的项目。如果你的经验达不到我说的看得懂的标准，就不要自己独资投资，起码要雇佣看得懂的管理人员帮你做长期管理。无论是投资别人的项目，还是雇佣别人帮你管 multifamily， 负责管项目的人都需要有至少累计超过500套以上的管理各种各样的民宅物业的经验。从钱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个人净资产应该在1000万加币以上，或者净资产500万加币，但是累计有1000万加币以上价值的 single family 的民宅投资。这2项要求看起来都很高啊，为什么我要这么定这个标准呢？我的投资原则是做事要 overkill， 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错过多少没有关系，要在剩下的选择里面选最大概率是对的事。所以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有特别稳妥的方法，就没有必要使用 mediocre 凑合事的方法。比如说买股票，我长期只会把闲钱去买巴菲特的 Berkshire Hathaway B 股，可以跑赢市场 99% 的玩家。比如买楼花，我只会去碰超大开发商里面价格比较好的项目，超大开发商起码在 Livable 上至少有30个项目以上。也是因为门槛极高，我个人觉得投资 multifamily 的玩家数量应该占买过 single family 物业数量的1/1000甚至以内。我自己下场独资投资 multifamily 也是在钱和经验都达标了之后才开始的。我自己最开始呢是作为小投资人和大佬客户一起买，然后占一个小部分的股份，到后面才开始自己有独资买一部分 multifamily 的物业。我自己开始操作 multifamily 物业前呢，除了买卖和管理普通的单户住宅，主要是帮助我的几组大佬客户买卖 multifamily 和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这边呢，我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曾经帮助过我积累经验的大佬客户们。万事都有开头嘛，万事开头难。我在最初帮助他们买卖和管理 multifamily 物业的时候，经验肯定是不足的，属于既没看懂又钱不够。好，如果钱不够，经验也不够，我可以参加别人融资，我做投资人的 multifamily 项目吗？答案是可以，但是没有必要。我觉得买 multifamily 有且只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自己全职管理，花100%的精力去管。第二种呢，就是自己把这项业务完全交给别人，花0%的精力去管，没有任何中间状态，这是绝对不存在的。你想花50%的精力管理，最后一定会挂掉。要不然呢，你就全职去管，自己承担责任和风险；要不然呢，你就交给别人管，自己不管。如果别人管废了呢，去法院告他。如果你真的懂，可以花100%的精力全职管理和运营 multifamily， 你的工作主营业务大概率就是干这件事儿。那么相信你的水平大概率是比我高的，操作的数量也很可能比我多。那么我猜呢，你可能也不会在这边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想花0%的精力管，那么就必须找到靠谱的、有经验的管理者。经验方面，我的要求说到了，累计管理超过500家的各种各样的民宅物业。想要找经验足够的人，你只需要背调一个人的管理经验是不是超过500套民宅以上即可。对方呢，应该能够告诉你在什么时候管过谁的哪套房。中间有一些管理物业是可以 subcontract 的，这种也是算的。那如果看过很多管理的 case， 没有上手管过，算经验吗？不算。就像郭德纲说的，你看一辈子相声，该不会说还是不会说。只有站上舞台真的演了，甭管你是逗哏捧哏，还是演话剧、河北梆子、山东快书，都算是有舞台经验。我觉得市场上是有很大比例的人对自己的管理经验严重注水的，大家要擦亮眼睛仔细去看。好，知道怎么管理 multifamily 物业了，那就不得不也不得不提到参与别人融资项目的 bug 了。钱方面，如果你真的钱不够，其实是可以买 multifamily 的，但是真的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钱不够的时候，要不然呢，你会处在需要砸锅卖铁 all in 一个项目自己独资的情况。这种操作呢，肯定是不对的，鸡蛋不应该放在一个篮子里。真的出了问题，你想转向也很困难，你没有办法部分退出。同时呢，这个市场本来玩家数量就少得多，也就是 single family 参与者人数的1/1000，想卖掉呢，也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同样的钱，如果你买了5套 condo， 那么遇到问题，你是可以拿出来卖掉1套2套的，灵活得多。想要套现，最快1到2个月就可以实现。好，如果你不砸锅卖铁 all in 一个项目，你大概率就是去参加别人融资的项目。参加融资项目，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有人来做这么一个融资项目，那融资本身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产生 GDP 的，只产生 cost。cost 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投资人的数量。如果我做一个 GPLP 的合伙人制的 structure， 我需要1000万的资金来投资啊，我找了100个投资人，每人出10万。那么我每天都会在处理跟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上，我也不用干别的了。每个人每年给我打2个电话，喝2次咖啡，这一点也不过分吧？不过分。但是如果这么做，我就变成全职的客服了。我不会再有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和运营物业。除了维持投资人关系，这100个人签合同、解释合同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律师费，又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100个人投资人之间会不会产生矛盾呢？他们如果有50个人想中间提前赎回，剩下50个人想长期持有，该怎么办呢？作为单一投资人，每个人出的钱并不多，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特别关心自己投资的项目运转的如何。那如果这个时候这批系统性的欺诈投资人该怎么办呢？大家会有谁挑头一起来起诉 GP 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很难解决的。融资到底会产生多少 cost？ 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 multifamily 的融资项目。我给大家举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融资，我就不提名字了。某大型房地产基金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最低的投资金额只要2万5。这家大型投资基金融资的成本大约是 8% 的销售佣金和 4% 的律师以及基金注册费用，这些钱都是需要 upfront 最开始就付掉的。造成的结果就是融资1000万，最后呢只有880万真正的进入了项目。如果在最开始融资结束准备做项目的时候，市场发生了变化，项目其实是做不下去了，会发生什么事呢？答案是会当场亏损120万，也就是 12%。 很多时候基金会硬着头皮也要继续做下去，虽然有可能这个时候最正确的决定是不做了，把钱退给投资人，但是基金没办法接受一下亏损 12% 的情况发生，没有办法给投资人有个交代。如果只有880万进入项目，答应比如说每年按1000万给你 15% 的收益率，其实真实的收益率是需要做到每年 25% 以上的，才能给到1000万的 15% 一年，因为要先把120万的成本的坑给填上。具体这个基金会跟开发商分多少的利润呢？如果还是按这个例子来说，融资880万，开发商出300万加人力的情况下，
通常开发商大概会分总利润的 55%， 基金分 10%， 剩下的 35% 分给投资人。基金在这里面实际上赚了2道明面上的钱，第一道呢就是最开始的销售佣金 8%， 第二项呢就是项目结束后的利润分成 10%。 其实这个基金还有可能赚到 potential 的一项没有公开的钱，就是开发商可能会支付 marketing 或者 consulting fee 给基金公司，来要求基金公司帮自己融资。在我看来，这种项目即使偶尔有能实现最开始答应的利润分成的收益，也并不长久，因为这个 structure 内耗过于巨大，投资人不可能看到真实的账。基金公司如果花投资人的钱请客吃饭花个10万，你是根本调查不到的。能出来融资的项目本身一般都有加完杠杆，年收益率 20% 到 50%， 低于这个收益率是没有办法出来融资的，因为是不够本的，除非他本来出来融资就是打着诈骗的目的。你以为融资的人会分给你 20% 到 50% 的收益率吗？尤其是出来融小钱的这种 case， 这是不可能的。一般大型的项目是不融小钱的。我觉得在这种项目里面，100万以内的资金在做项目上通通都可以被称为是小钱。如果要出来融资小钱，像2万5或者10万这种级别，那么一定是要把融资成本 200% 拿回来的，才值得去融资。融资做项目的人操作通常是这样的，不管真实收益率如何，都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虚报费用、虚增费用的项目，以及从第三方吃回扣等方法，人为的把收益率给你降到 15% 左右一年，然后把 15% 的收益率写在 PPT 上来路演和要投资。综合看下来，参与别人融资的 multifamily 的项目风险是极大的。最重要的风险是除了买房子本身有的市场风险之外，还增加了一个风险叫 counterparty risk， 也就是融资方、项目方不当人的风险。融资机构可以用各种方式欺压股东。投资房地产市场这个市场风险是必须要承担的，承担这部分风险呢也是合适的，但是承担 counterparty risk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直接买 condo 和 house 是不会有 counterparty risk 的。收益率方面其实也完全没有跑赢，就老老实实的买个 condo 或者是 house 3倍或者5倍的杠杆，挣个 18% 到30%一年的收益率来的香。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在钱不够的情况下参加融资做的 multifamily 项目，没有什么意思。钱不够的时候，通过购买 single family 物业积累前1000万加币的资产，显然是更加合理、高效、快速且低风险的。如果你实在钱不够，还是想投资 multifamily， 可以考虑买上市公司的 REITs 基金，比如 Smart Center， 就是印着小企鹅标志的 REIT 公司。这种公司起码是只有市场风险，没有 counterparty risk 的。当然，融资呢也不是完全不行的，毕竟如果真的通过买普通民宅积累够了资本，大家最终还是会转向去买 multifamily 的。毕竟我刚才也提到了，投资民宅的终点就是 multifamily。我探索出来觉得比较合理的融资方式是投资人应该出大钱，并且要数量少。我管理过的有投资人的 multifamily 项目都是基本上单一的投资人做的 GP 和 LP 的架构，每个项目都只有一个超高净值的投资人，这样管理客户关系的时间成本是没有那么多的。我还是会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管理项目和找项目上，融资成本也是会比较低的，股权架构相对简单，更不会出现投资人之间出现的纠纷的情况。我自己的操作中，我一直是扮演 GP 的角色的，如果是跟别人合伙做的话，但是我的设计会允许 LP 随时把我买断，如果我管的不行， LP 可以出钱把我 buy out， 这样就把解决 counterparty risk 的权利留在了投资人的手里。目前为止，这个结构还是很稳定的。我在 multifamily 业务上，除了自己给自己买之外，只服务2个主要的投资人，最大的投资人我帮他买了1个多亿的物业。好，第3步，决定开始买 multifamily 了，我应该具体怎么操作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好的 deal 并不好找，事实上找到 deal 非常的困难，帮你找到 deal 的人脉资源和经验都是很重要的。前面给大家看了 report，
上面说到了多伦多大概是 3.75 到 4.5 的 cap rate， 这个呢是根据现存的物业发调查问卷来算出来的 cap rate， 不是根据卖掉的物业算的。所以虽然 report 告诉你 cap rate 是 3.75 到 4.5， 其实基本上是买不到这个 cap rate 的物业的。但凡拿到 MLS 上卖的 multifamily， 基本上都是 2.5 到3这么一个 cap rate 区间。我觉得这个区间 cap rate 的 multifamily 确实是垃圾。为什么呢？因为 multifamily 这个业务其实并不 to C， 也就是卖家没有打算卖给大众，只打算卖给专业人士。multifamily 通常都不是空置的，甚至都是接近满租来卖的。这个时候你想约看一次房，买家当然想尽可能多看几套房，那么卖家就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帮你约上尽可能的租客。假设一栋楼里面有60个 unit， 你是其中一个租客，你一个月想被多少人来你家参观一下？不出意外应该是0。所以卖家为了不跟自己的租客把关系闹掰，必须严格控制收银的数量。绝大部分 multifamily 都是在专业的商业地产经纪之间流动的，真的卖不掉才会上 MLS。 一般需要上 MLS 的物业，我们都称之为 dead deal， 就是不会有人买的 deal， 或者只能卖给傻子的 deal。当然这个不是100%啊，是绝大部分。通常找到好的 multifamily deal 需要有足够的商业地产的参与度的经纪人帮你找，有的时候甚至得自己懂自己找，不能全指望经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买物业一定得能看得懂 multifamily 的 financials 财务数据。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视频能说明白的。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想真的能看懂 multifamily， 还是得起码先看上它500个 deal， 上手操作个5次，然后被坑个 4.5 次，咱们再来讨论是不是真的能看懂。卖家给的数字除了 rent roll 租金单勉强可以信，其他跟费用相关的数字都要当作是假的。租金单 rent roll 有的时候也会造假，隐藏一些空置的 unit 不告诉你。费用方面，很多时候卖家会害的各种各样的费用，比如剪草、铲雪、收垃圾、屋顶、门窗和电梯、维修人工、洗衣机。别问就是房东自己在修，没写就是零卡，房东自己修就是零成本。就像你去买一个餐馆的生意，对方给你的营业额和成本也要当做是假的，营业额呢都是虚高，成本都是虚低。如果拿到的数字都不能保证是真的，我应该怎么计算 cap rate 呢？答案是其实不好算，只能靠经验。经验怎么来呢？刚才说到了，看500加个 deal， 上手操作5次，被坑个 4.5 次之后，你的经验就够了。我感觉多伦多市场上做 multifamily 买卖业务经验达标的经纪人数量应该在小几百人上，接近达标的可能再有个几百人，数量是比较少的。好，第4步，假设我们资金量是无限，应该买多少钱的物业？简单讲，当然是 cap rate 高的物业。cap rate 是 multifamily 投资的生命线。cap rate 高意味着租金收益率更高，以及首付比例可以更低。门槛这个东西只要没卡住你就是好东西，卡住你了想办法绕开。根据我比较长期的研究，如果一个 multifamily 总售价在300万以下，就卡不住很多竞争对手，会有很多 individual 个人来跟你竞争，有竞争就会有溢价。我们平时买的 condo 和 house 都是有明显且长期稳定的溢价的，这个溢价就来自于几乎人人都能下场买，所以 demand 很高。300万以下的 multifamily 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更多的小的投资人个人来跟你竞争来买，就会让这些 multifamily 物业的 cap rate 不合理的下降。通常这个区间买到 3.75 到 4.5 的 cap rate 是不太容易的。同理，真的大型的 player 一般只买1000万以上的标的，因为他们公司的结构和人力的配置使得他们买1000万以下的物业并不划算。我们会惊奇的发现1000万以上的 multifamily 突然之间竞争又开始激烈了，因为这些买家都是机构投资人。所以 cap rate 最 sweet 区间大致是在300万到1000万之间这个区间，个人玩不起，机构不屑于玩。我自己和我的客户
给大家买的 multifamily 也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区间的。第5步，买下来了应该怎么做贷款呢？能拿到什么条件的贷款？一般来说 multifamily 做贷款有2种方式，可以借到正常利率，借到非正常利率私贷啥的我这边就不讨论了。这2种方法是：第一，直接找商业银行借；第二，拿到 CMHC 保险之后找商业银行借。如果直接找商业银行借，在现在的市场一般可以借到 Prime 到 P+3 这个范围，也就是 7.2 到 10.2 的利率。一般呢会要求 debt coverage ratio 在 130% 及以上，通常呢 loan to value 不超过 80%。商业银行是需要自己承担风险的，如果你的 multifamily 出了问题，商业银行需要自己起诉你，要回自己的贷款。如果拿到 CMHC 保险之后再去找商业银行借款，在现在的市场里大约可以借到 4.75% 到 5.25% 这个利率范畴。Debt coverage ratio 最低只需要 110%， loan to value 最高 95%。 大家比较熟悉的 CMHC 保险业务主要是帮助首次置业的买家买 single family 的，可以把首付降到最低 5%。 但是 CMHC 其实也有一项业务是给 multifamily 的，提供保险帮助大家买卖和修建 multifamily。 有了这个保险之后，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风险就变成0了，因为但凡出问题 CMHC 保险会无限兜底。这意味着如果我能拿到 CMHC 的 COI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那么我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来说和加拿大的首付是一样的，都是0。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巨大的福利，因为除了走 CMHC 之外，我是不可能和最大的 multifamily 的玩家在一个牌桌上竞争的，这是不可能的。当你拿了 CMHC 的贷款保险之后，也是需要交保费的，这个保费通常是贷款额的 2% 到 5% 的这么一个金额，也叫 insurance premium。 这个费用一般是可以揉到贷款里的，每个月付，不用一次付清。那么大约呢就相当于贷款利率年利率上涨了 0.5% 到 1%， 涨完了还是比直接跟商业银行借要便宜得多的。商业银行如果借出去的钱是 risk free 无风险的，那么银行就会从市场发行债券，再加上50到150个 bips 的利润借钱给申请人。虽然这么说，但是能拿到 CMHC 的 COI 并不容易。具体怎么拿呢？有兴趣我们可以私聊，不是今天的重点。简单的讲，需要加拿大的收入、加拿大的资产和加拿大的房屋管理经验。同时2种商业贷款无论是用不用 CMHC 的保险都是需要年审的，也就是每一年银行要来看看你的 cap rate 维修成本啥的是不是达标了。我觉得现阶段即使是 CMHC insured 的贷款也是利率要略高于 cap rate 的。直接找商业银行借钱买 multifamily 更加是借的越多亏的越多。所以 overall 利率告诉我们，现在买 multifamily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需要买到很好的 deal 才可以下手。当 cap rate 大于贷款利率的时候，加仓买 multifamily 才是比较合适的操作。当你觉得 condo 和 house 的数字不 work 的时候， multifamily 的数字其实大概率也是不 work 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CMHC 贷款申请时间上非常慢，现在 CMHC 大概有18个月的 backlog， 有点像 CIC 积压了很多移民申请的案子，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需要先借 bridge loan 再换成 CMHC 的贷款。这个时候卖家是不会等你6个月的，然后6个月之后你跟他说对不起贷款没做下来，这个时候卖家会疯掉的。来3次这种情况，一个卖家卖一个 multifamily 2年都卖不掉。所以卖家一般会要求1到2个月之内，甚至有的人要求2周之内 remove condition。Bridge loan 和 CMHC insured loan 比，有点像次贷或者 B lender 和 A lender 比。Bridge loan 利息高，条件低，放款快。我个人对 Bridge loan 其实并不是很感冒，因为是很大的成本，借一圈出来，轻轻松松损失 3% 到 5%。我目前自己买房子买 multifamily 的操作，通常是小 deal 就砸锅卖铁 cash deal， 然后交接后3到5个月之后换成 CMHC insured loan， 把最开始砸锅卖铁的钱套出来大部分，留个首付在房子里。
对于金额特别大的没办法cash deal 的交易，尽量去跟卖家谈个 VTB， 也就是 vendor take back， 也就是卖家在 closing 的时候只收到部分钱，同时在物业上注册一个贷款，比如 70% 的贷款。卖家在交接后的一段时间会从房东变成债主，交接完了之后，买家在一定时间内用 CMHC 的贷款 take out 这个 loan 并还给前房东。当然，卖家会不会同意不一定，要看运气。要了 VTB 呢，通常也会影响谈判的价格。大 deal 实在不行呢，可能还是需要 bridge loan。综合看下来，钱足够对参与 multi-family 来说非常重要。钱够的时候可以非常 aggressive 的谈价格，钱勉强够，又要长的 conditional period， 又要 VTB， 又要 bridge loan， 很可能价格上要多付个 10%， 这个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好，第6步，买下来之后应该怎么管理？管理其实是整个项目最重要的一步。我前面已经讲了很久了，终于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我感觉很多在融资做项目的人和机构是从来不讲管理这部分的内容的。怎么管理，出现问题怎么解决，管理的努力方向是什么，都一笔带过。如果你遇到的人不跟你讲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经验造假的重要佐证。管理上有3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怎么招租、维修物业做日常的管理。第二，租客如果欠租怎么办？第三，怎么样 turnover 租客，实现租金和 cap rate 上涨，最终实现增值和套现。先说说招租和维修物业，一般来说是需要请当地的 site sup 的。很多 onsite 在现场的东西必须要有人随时能够盯着，这个人不会是投资人自己，有的时候是其中一个租客，有的时候是第三方物业管理公司。这样的人和公司经常会有20甚至30年以上的管理经验，他们的收费是非常低的，可能一年只收一个 unit 500块钱。他们干活非常多，有人来修东西要管着开门，有租客来看房要管着开门，有买家来看房要跟租客沟通好并且管着开门。所以他们的工作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大门，同时呢也要经常能够出现在房子这边。除了经常出现在房子里，还需要能做简单的维修，比如说谁家电坏了、灯坏了、水坏了等等。遇到更大的问题，比如要整体翻新某个 unit， 一般是单独请人的。这个时候怎么样找到符合市场价格的 trades， 不要花钱花多了，就是管理中很重要的一步。需要对装修维修价格有数，认识很多当地的 trades。 我认识的合格的 site sup 没有华人，都是老外，几十年的本地人，大概是这样的。怎么样找到合格的 site sup 也是物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欠租问题，因为 multi-family 基本上都是旧房，居住环境并不太好，所以大部分租客其实收入也不高，还有很多人是拿着政府救济的长期租客。我自己持有的很多物业租金也都在1500块钱左右甚至以内。这些人欠租的概率和我们出租 single family 比是要大得多的。我知道现在 single family 的租霸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multi-family 的租霸和欠租问题只能是更严重的。你要想投资 multi-family， 需要从本质上理解房东和租客是阶级敌人，出现欠租必须使用雷霆嘎巴手段，依法扭送 LTB， 一刻也不能耽误。如果你不采取措施，会发生什么问题呢？答案是你会发现整个楼里越来越多的人不交租，租客都是一伙的，大家会互相通气。当大家都觉得这个房东是傻叉好欺负的时候，大家就都不交租了。租客的收入普遍是不高的，他们的时间成本更低，他们就会有更大的概率和更充足的时间跟你斗，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解决。如果你有100个以上的 unit，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差不多每时每刻在 LTB 上都会有几个人几个房子在打官司，这是常态化的，没有好办法，就是需要配备专门的人，用尽可能低的法律成本，坚决跟压死磕。怎么样 turnover 租客增长租金呢？大家知道绝大部分 multi-family 是旧房，也就是2018年11月15日之前首次入住的房子，也就是有租金管制的房子。很多房子能出现850块钱一个 unit 的这种租金。如果可以 turnover 租客，
每个月租金上涨500块钱，你这个物业的估值大概就能上涨12万。所以为了利益最大化，房东必然需要尽可能的 turnover 租客，租金涨等于 cap rate 涨等于估值涨。那怎么样 turnover 呢？第一种方式是等租客自己走，这种且等了，每年自然 turnover 5%就是奇迹了。第二种情况叫 cash for key， 租客也不傻，出去再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租金的房子了，所以呢会跟房东要钱。这个交易一般叫 cash for key， 房东出钱，租客出钥匙。现在租客呢也消息越来越灵通，越来越精明了，很多时候张口就要5万加币、10万加币，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很多人拿了钱会去当首付买房的，所以想要低价 cash for key turnover 租客也并不容易。第三种方法，很多时候也是我觉得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在租客欠租的时候通过 LTB 起诉把租客轰走。所以即使为了增值，在租客欠租的时候也要第一时间提起诉讼。第四种方法叫 renovation， 通过装修公共区域和空置的 unit， 让其他 unit 的人没有办法正常生活来轰走租客。这个问题我在 Oliver Chow 那期讲了，大家回去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其实是有 moral hazard 的道德风险，这么干确实不太厚道，很多大型的 REITs 这么搞也都上新闻了。好，第7步 multifamily 增值了该如何套现呢？刚才已经讲过了，卖房很折腾，成本很高，损失大额的利润，所以能不卖尽量不卖，尤其是 multifamily 卖一下可费劲了，除非你是要把 portfolio 整体变大，就是把10个 unit 的变成100个 unit 这样去操作，这个时候卖房才是合适的选项。正确的做法还是走 CMHC 来 refinance 套现，通常通过高质量的管理以及 cap rate 的上涨，平均5年左右可以对增值部分做一次 refinance， 每5年都可以做一次，不是说做一次就结束了。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把初始本金套出来，同时保留一个正现金流的物业。比较好的物业5年左右是可以把本金套出来。其实你买比较好质量的 condo 5年左右也差不多可以把本金套回来，前提是你收入得够。买 multifamily 就要像貔貅一样，买下来就尽量一直持有，不要卖。每过5年 refinance 一次，每过5年 refinance 一次，每次 refinance 之后都会留下一个正现金流的蓄水池。这就是我觉得 multifamily 最好的套现方式。买 condo 和 house 也是可以这样套现的，但是限制更多。这也是为什么民宅投资的终点是 multifamily。multifamily 套现的方式，我通常会把它戏称为把房子卖给银行。我们做物业管理的目标就是奔着银行和 CMHC 的贷款要求去的，让我们的房子实现增值。但是这里呢又有一个 bug， 通过 CMHC refinance 出来的钱是拿不走的，只能用来继续购买新的 multifamily。每年的现金流是可以拿走的。如果 refinance 出来的钱只能继续买其他的物业，那如果这个项目是有人融资做的项目，还是之前100个投资人的例子，假设80个人5年后想退出，该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卖项目，不然钱是套不出来的。这个时候除了会损失组织融资的成本，组织融资扣下的超额利润，还会在总利润里面损失一道必须卖产生的费用。所以我始终不太看好通过融资小额大量投资人的钱去做的 multifamily 的项目，成本没有被花在 dollar 上，都内耗掉了。大概的买 multifamily 的流程，今天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我觉得总结下来，买 multifamily 跟买单户民宅比，整体的增值收益率是类似的，一年 6% 左右。虽然租金收益率确实更大一些，但是风险也更大。如果没有能够大面积的购买，增加的工作量远大于增加的有限的收益率，这个事儿就是不够本的。对绝大部分投资人来说，能一把掏出来100万现金之前，在积累到净资产1000万加币以上之前，或者净资产500万，同时拥有1000万以上的 single family 物业前，不推荐买 multifamily。因为买 single family 投资，也就是买 condo 和 house， 是比买 multifamily 更好的实现初步原始积累，让资产达到1000万加币以上的方法。积累买卖持有过程中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步都有很多坑，不要低估 multifamily 融资项目里面的大坑和被骗的可能性。
最大的额外风险是 counterparty risk， 尤其是针对小额投资人，你很难监控融资方用钱去做什么。如果不能独资或者接近独资投资 multifamily， 也就是钱不够的情况，还一定要买 multifamily， 可以直接买 multifamily 的 public REITs， 是比买门槛低的融资项目风险更小的投资 multifamily 的方式，起码没有 counterparty risk。 好，最后再说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买 multifamily。 第一种人， single family 贷款套数达到上限的人，这个时候再买 condo 和 house 是买不动了，因为要全款买，可以考虑攒一波钱来搞 multifamily。 第二种人，超高净值投资人，不想一套一套买小房子的。我现在合作的2位大佬投资人就是这个类别的，他们想直接买 multifamily， 跳过一套一套的小房子，这样是更有效率的。第三种情况是海外的高净值投资人，买 multifamily 是可以绕过23到24年在加拿大的外国人买房禁令的，可以通过买 multifamily 来享受加拿大房地产增值带来的红利。最后多说一句我对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判断，我的上期视频也说到了，我觉得利息基本到顶了，民宅市场价格已经见底，并且接近要反转了。我觉得今年11月到12月是黄金的抄底时间，明年初是白银抄底时机。买高质量的楼花好过买 condo 现房，买 condo 好过买 house。 如果一定要买 multifamily， 对于资产充足的外国人来说是不错的选择，因为 multifamily 投资并不受23到24年外国人买房禁令的影响，算是可以绕过这个政策的方法。我个人呢，通常是会非常认真的实践我自己的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讲到的判断的。我是属于用脚投票的人，从来不忽悠别人。虽然不一定每一次判断都是对的，但是我从来不干那种自己说要往东结果往西操作的事情，一般高盛会干这种事情，我都是说到做到的。我在今天的视频和前面的视频里面都讲到，我觉得房地产整体的市场是要反转了。我通常呢也都会是先干为敬的。我如果觉得投资某种物业好，在做视频的时候也是真实的在买这种物业的。所以我上期视频说到，我觉得房地产市场大概率明年要涨了。上个星期我自己呢也买了一套房，贷不到款了，cash deal，所以这属于我干了你随意。